我是陈昭姿。我从我年轻的时候，这个地方我来过很多次，因为执政党都做一样的坏事。在这一次国会改革复议案，我本来想说我不是法律人，本党要有4个委员上去质询。我想说我没有像国昌、珊珊一样的法律背景，也没齐凯国会媒体记者的背景，我想说我不晓。但是你们看到我的质询了吗？柯 P 一开会就说叫昭姿上去质询。为什么柯 P 叫昭姿上去质询？因为我一世人几了10年都在扶植一个第2个党出来，从一盘散沙到小小党，到他们成立，到他们执政。第一次执政还是少数党，勉强做事。第2个最近我们也是说让他们好做事，他们才能好好做事。我错了，我犯错了。我现在明白，要让他们不好做事，他们才会好好做事。绝对执政，完全执政是多么的可怕！我这几年才知道，统治者有3个工具，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学的，跟李正元教授一起上为了刑法100条学的。那是我台大的老师，我妈妈怕我上街头，我说没关系，老师在最前面。那时候我排第2排。如果你去翻几10年前的照片，通缉架有3个工具，一个叫国会，一个叫媒体，一个叫司法。我扶持了数十年的执政党，我出钱出力，我站台辅选，因为我相信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因为我坚守台湾的主权，我相信青年勤政爱乡民。我以为绿色执政品质保证，我期待，所以我们给他过多数的国会。错了，完全错了。柯 P 要我上去质询，我是医疗背景，我怎么质询呢？就这么简单，把你过去讲的话回过去问你。你们可以去看那一场质询，卓荣泰无言以对，因为我曾经跟他们都站在一起。现在他们有司法，有媒体，过去的8年他们还有国会，他现在失去了国会，剩下这2个工具，媒体、司法发挥的淋漓尽致。媒体带风向，司法由他指挥。老实说，我昨天晚上不得不很痛心的传了个讯息给我曾经的好朋友，我有他的手机，你知道我传给谁吗？我传给赖清德。他是我20几年的好朋友，我没有叫他网开一面，我只请他公平人道的对待柯文哲，公平人道。关了几小时？人道吗？我不是法学专家，我会讲一个字叫压人取供。柯 P 是肉体做的，我们要他经得起吗？你经得起吗？他经得起吗？我们希望他经得起，可是他经得起吗？这是人道吗？我现在经得干什么？你知道什么叫吗啡吗？吗啡为什么那么可怕？刚开始是很棒，叫做止痛，痛都不见了。再来叫做 euphoria， 新快感，最高境界叫做英文 ecstasy， 我把它翻成销魂。我在民进党的完全执政8年中，我看到他们的吗啡上升，最后上瘾，对权力上瘾。所以从2月开始，他们失去了国会。你知道上瘾的人不给他吗啡，他是会变成什么样子吗？他依赖，他上瘾。现在你把他抽掉了，把吗啡抽掉了，他有戒断症候群，他要去吃吗啡，他要去找吗啡，他要去买吗啡。正常的戒瘾者，我们是要送到戒瘾所去治疗的。民进党上瘾了，现在没有吗啡，失去一个吗啡，失去国会，他现在用媒体、用司法来当做吗啡的补充剂，做得这么过火，做得这么过火。收，你收到了什么？你收不到人，你就把人加进去，你不让他休息，不让他睡觉，行逼宫。我看过这些场景，我不是第一次看，但我很心疼。2024年，我的好朋友柯文哲会这样被对待。我要求的是人道跟公平。台湾是民主国家，台湾是法治国家，去你的！没有证据就胡搞，有证据就秀出来，不要在那边放话，不要在那边说三道四，拿证
证据出来，司法媒体是民进党开的，多少弊案在那里？你不查你不动，容积率有多少超过1000的？你不查你不办。我看过这个场景，一个政治现金案可以发展到5个案，我看过了。当年的国务机要费最后也变成4个大案了，手法一模一样。赖总统，我希望你没有介入这件事情。我知道你会读到我的简讯，我知道你读得到。民众党是如何的以礼相待。你就职的那一天，柯 P 带着8个立委去参加你的就职典礼。那天晚上，明知道第2天要表决到半夜，民众党有4个立委去参加国宴，我带队去向他敬酒，去向你敬酒。我开了个玩笑，总统，今天还有民众党的立委参加了，所以你的国宴才没有变成党宴，因为国民党在野党都没有人参加。柯 P 对你有这么危险吗？民众党对你有这么大的危害吗？为什么这样对待柯 P？ 为什么这样对待民众党？想问民进党，你们不是曾经很爱他吗？2014年你们不是曾经很爱他吗？我邀请他到医疗小组担任召集人，你们不是天天来找他吗？你不是派秘书长天天来找他吗？要他帮你光复台北市。你当时是怎么捧柯 P 的？我告诉你们，像这样的党，哀之恶其生，恶之恶其死，这个叫恐怖情人啊！恐怖情人啊，恐怖情人很危险的，可是会泼硫酸的。爱的时候那么爱，恨的时候那么恨。我想没呢，我陈昭真从头看到尾我看不懂包括蔡总统恐怖情人，爱的时候天天到他办公室，台大医院办公室天天找他，要他跟民进党合作。现在呢，你怎么对待他的？因为他挡了你们的从政之路，因为他会挡到你们的利益，因为我们有最强的战神会揭发你们这8年来做的坏事。我陈昭这一生没有用过名牌，没有用过名牌包，没有开过名牌车，没有穿名牌衣，我的多少钱都捐献给当年的在野的时候，一盘散沙的时候，我捐了多少钱，我募了多少款。我为什么？你们现在做的就是当时跟我们控诉执政党做的事，怎么可以这样轻易转弯呢？怎么可以这样轻易法夹弯呢？高端我会不懂吗？我是专家你临床试验走完了没？你当年告诉我来牛有毒，反正还没有大到证明之前，我就跟着你还来牛有毒。可是后来你告诉我们来猪没毒，来牛有毒，来猪没毒。所有学医学药学，如果连这个道理都没有看懂，你们就是包庇。你转得过去，我转不过去。好好讲清楚，不要双标。瑞粉骂我说我辩解，我什么地方变了？我国家立场还是没有变，我还站在原位。柯 P 的主张跟赖清德有什么不同？互不隶属，哪里不同？当年你指控执政党3大统治工具，你用得很爽，现在你剩2个，你就把它用到淋漓尽致。我要问绿粉们，我在北社奋斗了多少年？我是第1个女副社长，女性从政非常的少。我是第1个秘书长，我是第1个社长。我加入柯 P 团体，他们就切割我，说从此我的言论跟他无关，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我还是要大大方方走进北社。我带领所有的北社，我们监督的是执政党。现在的北社，他监督在野党有没有搞错啊？绿粉们，你曾经说你不信司法，因为司法对你们支持的对象不公。现在你们又相信司法啦？司法对待柯 P，你们就相信司法；司法对待你们的时候，你们就说司法不公。对不起，双重标准我不跟，双重标准我不跟。法律的 ABC 我懂，虽然我不是法律人，无罪推定，程序正义，各党一致标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如果你遵守法律的 ABC， 我陈昭姿没办法站在这边讲话，因为我是讲道理的人。我只有看到不公义的时候，我才会站出来。我平常也是乖宝宝，也是模范生。赖总统，你看到我的简讯了，我要求的只是公平跟人道，剩下都是你在标榜的。我今天要的是对里面的柯 P 公平人道。民众党这次的政党票300万票，有250万票来自过去支持民进党的人，你这样对得起我们吗？你对得起在你最困难最撩破的时候善待你们支持你们听你们的我们吗？请公平人道的对待柯 P， 按照你们手中的证据，按照你们不实的指控，柯 P 早就该出来了。我真的想说，就算10几年前我讲的话一样，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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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你证据十足。你没有证据，你压人取供，你精神虐待，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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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总统，请
读我的资讯，我没有叫你网开一面，我没有叫你特权，我知道你读得到我的讯息。4个字，请你公平人道的对待柯文哲。大家辛苦了，这么大的热天，2024年了，我们本来不应该为这样的事情站在这里。司法媒体不是执政党的工具，司法是保护人民的，媒体要做第4权，司法在执政党的手上。我常常在想，我最近告诉一群医师，过去台湾人很优秀的人都去考医学系，我觉得医师没用了。为什么没有用？一个一个救，病人是一个一个救，法官更大，他随便一判就影响多少人，自由新政差这么大。你今天要怎么看判柯 P？ 我等着看。当年国务机要费可以从2个无期，2个20年变成17年，变成无罪，高一审无罪。医学如果这样对待你们，你们早就没救了。那边说你有癌症，那边说你有心脏病，那边癌症都没去啊，那没在安呢，完全没有标准，完全没有一致性。法官的权力有多大？很多人跟我说，你要表达你的愤怒，但不可以愤怒的表达。我陈昭姿从小到大都是乖宝宝模范生，我为什么上街头？我为什么站在这里？因为我对不公义特别的敏感，我一生也不双重标准。民进党赖政府，好好想一想，你们一盘散沙的时候，你们还不成党的时候，你们刚刚成立政党的时候，你们讲了什么？你们做了什么？你让人民付出了什么？当时我们是丢钱出去的，我们坐在街上把钱丢出去，无怨无悔的把钱丢出去，希望你们长大，希望你们茁壮，希望台湾有制衡的力量。但是你却让我感觉，原来要让你们不好做事，你才会好好做事。所以人民选择了不给他国会，不给他多数的国会。但是媒体呢？我们没有资源，媒体怎么办？司法怎么办？剩下2个统治工具怎么办？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发声。最后我只想说，在你没有正当性的搜索，在你没有明确的证据，你这样对待柯 P， 你这样对待民众党，我还是想说，20年前我讲过的话就在这里无数次。当羁押庭一再的开，每次都出不来的时候，我们都讲一样的话。我从医院请假跑过来，带领一堆同志，都是所谓爱台湾的同志，我们喊的都是一样。这也是我今天的心声。我希望今天我们能看到柯 P， 我们想看他放人，放人。